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自己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选择时，常常感到没得选。你忙忙碌碌，不敢离开不喜欢的工作，你犹豫不决，不舍得在上一份感情中投入，你来回徘徊，最后选择了妥协。这背后有的是因为责任，有的是因为理想，当然更多的是因为不甘和无奈，同时也有一些就是单纯的随大流。这多数人在小的时候也一定曾怀疑过，为什么我们要花20年时间去上学？为什么上完学还要工作至少40年之久？在你成长的这些日子里，类似的问题不时会浮现出来，但遗憾的是，快节奏的生活和外界接连不断砸到你脸上的冗余信息，这很快又把你这些离经叛道的思绪都压了下去。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这就好比你作为玩家进入了一场现实游戏，自己降临之日起，系统就接连不断的分配给你新的任务，上学、中考、高考、求职、升职、购房、结婚、生子、养老，然后离去。甚至在你尚未真正弄清楚这场游戏的规则到底有哪些意义，你的自由度就已经被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你甚至不曾想过自由是什么。于是最后多数玩家都如同一个 NPC 一样，匆匆忙忙地走完这大半生。而这种现象仿佛就像现实中的自己，我又能否像西部世界的人工智能女主那样获得意识觉醒，或者像失控玩家的主角小贱贱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路？从这个问题点出发，我把焦点定在了2个字上面，那就是自由。我尝试去搞清楚为什么在某些方面人们总是缺乏自由，以及到底是什么在束缚着我们获得自由。这里我更多的是指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由边界从何而来，以及我们该如何做起去摆脱扭曲，变得更加自信。让我们从当下年轻人们关注的考研考公说起，看起来毕业后的出路对很多人来说都遥遥无期。这背后最诡异的是，茫茫世界，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得不在社会中谋求一份职业？卢梭关于自由的思想给出了答案，他将自由的阶段分为天然自由、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在天然自由阶段，那时候还没有形成人与人绑定如此紧密的社会，人们依靠动物的本能，便能从自由中来满足自身的衣食住行需求，因此人们在自由界中本是完全平等的。当人类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用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分工合作，这个时候就进入了社会自由的阶段。而在经历数千年的发展以后，人的自由不仅仅受到自身的欲望和外在自然环境的约束，还会受到经济规律、法律、道德、公益、主流文化等更多元素的约束。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便能以时代之名裹挟着你我一步步向前走去。在这样的体系里，由于存在财富水平和能力水平的差异，人们开始在价值交换这件事上出现了自由度的差异。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地主可以凭借土地出租过上潇洒惬意的日子，但长工只能出租劳动力来谋求活下去。当然，在近代文明社会里，一些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更加可持续。雇主除了满足雇员基本生存需要，也为雇员提供了休息和娱乐的空间。从本质上而言，占有更多资源、具有更大价值输出能力的角色，在绝对自由度上毫无疑问具有更大优势。那么难道没有资源和能力的玩家就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还是想说，这些具备明显优势的玩家却并不总是一定能把自身优势转化为对其玩家的控制，因为正如前面所言，只有你跟其他角色发生价值交换，你们双方才受到所处的外在社会体系的限制。所以各位到这里，你也就终于深刻地明白了，你可以实现的自由其实就是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中间的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取决于你把自己对生活的目标设定在哪里。举个轻松的例子，对于有些人在小学初中时不爱学习这件事，其实何尝不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们根本还不了解学习本身和学习成绩这两者在这个社会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即使对于那些很多学习成绩还不错的人而言，也并非一定就是他们天生喜欢学习，反而很可能就是因为有外在的激励，例如长辈的认可、其他人的尊重等等。所以不知者无畏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不也可以理解成，当你还没有看清外在体系的全貌，或者当你即将要离开这个体系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受这个体系的约束。所以当我们回到是否自由这件事上，我想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个人内在价值观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比外在体系的约束更加重要。毕竟 NPC 玩家改变系统规则的操作
只在电影结局里出现，反倒是 NPC 玩家看不破规则，放弃扮演 NPC 的操作，更容易实现一点。说的再直接一点，那就是请警惕单一价值观，比如类似于下面这些说法：只有物质富足才能获得快乐，在知名公司工作才能获得尊重，考公上岸才能安稳度过余生。我想说，真不是这样的。对于外部的自由而言，短期内或许难以改变，但对于内在灵魂自由和灵魂自洽价值观极其重要。当然，正如柏林所言，人类的大部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面肯定会为了别的目标而牺牲自由，所以价值观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在人生的重大节点，为了一些东西，你到底会选择或者牺牲自己哪些维度的自由。因此，当你我感到无从选择时，或许也该反思一下，到底是什么价值导向在约束着自己的选择？这种价值导向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哪些东西是外在环境引导着你去追求的呢？以及很关键的一点，也请大家记住，别人让你放弃的，也不一定是你真正想放弃的。真正聪明的人，把每一刻都变成自己伟大人生的一部分。很多人都想成长成了不起的人，但只是想想，不知道如何去做。我给出5个要点，大家只要跟着我的步骤去做，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一，不要想速成，任何想速成的人都是在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得不偿失。要相信积累，就是今天比昨天做得好一点，明天比今天做得好，就会学得多一点，甚至你也不需要明天比今天更优秀，你只需要不断的积累数量，数量多了自然会引起质的变化。第二，马上开始做你想做的事，马上开始奔向你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不要等待，不要找借口。不管学任何东西都是越早越好。每一个人最应该开始的是什么呢？必须是学习经济学，以及立刻学习财务知识。赚钱是人生第一要务，除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健康外，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凡是说钱俗气的人，通通都是巨婴。毕竟衣食住行都是钱买来的，无钱别谈爱，无钱谈爱是伤害父母，伤害另一半。第三，开始存钱，开始控制自己，别乱花钱。把钱都花在学习培训，花在自己的事业上，你就会收获更多的钱。珍惜时间，别再去逛街和不停的追剧，甚至不要赖床，把存钱变成一种独一无二的爱好。你也可以挤一些时间，在周末或假日找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来兼职。换个思维考虑，工作是上帝赐予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只有穷人讨厌这个伟大的礼物，所以他一直贫穷。第四，海量阅读心理学书籍，可以做一些业务员、销售员、电话销售、网络销售、员工培训。真正能帮助你赚钱的，其实是把控人性，把控人的心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就是心理游戏，心理强大的人自然就强大了。第五，人丑就应该多读书。当今这个时代，知识是非常容易变成现金的，学习可以让人变得有智慧，学习就是捡钱，特别是在社会中学习赚钱的技能。我只读对我工作有帮助的书，闲书早已不读。真正聪明的人，把每一刻都变成自己伟大人生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可以给自己重生的机会，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开始。这就是成为赚钱高手的秘密。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生存的法则就是不努力就会淘汰，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帮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心可以碎，手不能停，做自己应该做的，就算跌入谷底也要仰望星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会有与人交换的筹码。我是橙子 Tiger， 订阅我，收获更多社会经验。